学会换位思考，让自己能会越来越了解别人的想法。赛斯的观点中确实有提到学会换位思考的重要性，让自己能更好地理解别人的想法和情感。以下是一个可能的例子。假设你是一位老师，有一位学生在课堂上经常打瞌睡，你可能会觉得他不认真学习，甚至有些恼火。但如果你换位思考，试图了解这位学生为什么会这样，你可能会发现他可能是昨晚熬夜准备了一场重要的考试，或者他有一些家庭问题在心中困扰。通过换位思考，你能更好地理解这位学生，并且提供更有助于他学习的支持和帮助。不要压抑自己的感觉，不过度理性。赛斯的观点认为，不要过度压抑自己的情感，也不要过度理性化自己的感受，因为感觉与理性都是人类的基本本能和能力，而两者的平衡和结合可以带来更全面和丰富的体验和思考。换言之，人们应该学会如何平衡感性和理性，让自己更全面的体验生活并做出更好的决策。举例来说，有些人可能会过度压抑自己的情感，以至于无法正确的表达自己或理解自己的感受。这样做可能会让他们感到孤单或不安，因为他们感觉自己没有被真正理解或接纳。另一方面，有些人可能会过度理性化自己的感受，以至于忽略了他们的情感反应或无法体会他人的情感。这样做可能会让他们感到冷漠或缺乏同情心，因为他们缺乏对情感的理解和体验。因此，平衡感性和理性是非常重要的，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，更全面地体验生活。自由意志永远存在。根据赛斯的观点，自由意志是一个永恒的存在，它是灵魂的一个基本特性，不会被任何外在因素所影响或改变。每个人都拥有自由意志，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思想、情感和行为。赛斯认为，自由意志是宇宙中最基本的力量之一，它驱动着创造力和成长，让个体和整个宇宙都能够进步和演化。同时，自由意志也需要负责任，因为每个人的选择都会对自己和他人产生影响，需要承担相应的后果。举例来说，当一个人面临抉择时，他可以选择自己真正想要的，或者受到外在压力或诱惑而做出不理性的决定。赛斯认为，只有选择了真正想要的，才是真正的自由意志，才能为自己和他人带来正面的影响。颜色和声音是可以互换的，声音与物质有一个交互作用，在心灵实相中会有一个能量转换处，能量是不断的在转换中，我们应学会能量如何转换的技巧。赛斯的观点认为，颜色和声音是两种不同的感知形式，但它们之间可以互相转换，并且存在着交互作用。在心灵层面，颜色和声音都是能量的表现形式，而这些能量可以进行转换。例如，音乐可以产生特定的情感和意识状态，同时也可以影响物质的结构和形态。颜色也可以产生情感和意识状态，同时也可以影响物质的结构和形态。因此，颜色和声音都可以被用作一种治疗形式，并且可以在身体和心灵层面产生积极的效果。在学习能量转换的技巧方面，人们可以通过冥想和可视化来探索和应用这些转换。通过意识和能量的调整，人们可以将自己的状态转换为更积极、平静和愉悦的状态，进而影响周围的环境和其他人。心灵是时间丛的创造者。赛斯认为心灵是时间丛的创造者，这是因为心灵能够运作在多重维度中，包括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他认为我们的思想和情感是能够跨越时间线的，这意味着我们能够在现在的当下影响住我们的过去和未来。例如，假设你遇到了一个人，并且对他感到极度的憎恶，这种情感能够影响到你的过去和未来。在过去，你可能曾经有过类似的经验，并且因此产生了这种情感。在未来，这种情感也可能会影响你对其他人的看法和反应，进而改变你的行为和经历。因此，赛斯主张要学会掌握自己的思想和情感，以此来创造自己想要的时间丛。
他认为这需要我们学会认知和掌握自己的情感，以及对自己的想法进行选择和塑造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真正创造出一个符合自己愿景的未来。